所以郭德曼评论说，中国在领导第4次工业革命的运动中是认真的、专注的、纪律严明的。美国充其量只是口头上说说这个概念，实际上忽视了这个问题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这期的话题我们说的是人工智能的竞争，中国能赢吗？美国的经济学家里面还真是有明白人。如果有人喜欢在国外的网站上搜索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，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报道都在讨论中国什么时候崩溃的问题。中国经济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认为崩溃就要发生了。地产商陷入了困境，中国要崩；拉闸限电，中国要崩；反垄断也是中国要崩，听得你耳朵都起茧子了。但是国外并不是没有明白人。最近美国空军第一任首席软件官愤然辞职，理由是美国科技转型太慢，自己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被中国超过。不但是他，一位叫做大卫·戈德曼的美国人也公开表示，中国才不会崩溃，而是正在迈向更先进的经济模式。这个大卫·戈德曼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他今年已经70岁了，顶着著名经济学家、音乐评论家和作家的头衔，称得上是著作等身他在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毫不留情地说，西方权威人士对中国就要灭亡的预测是懒惰的精英们的自我安慰，他们看不到墙上写着人工智能这几个字。郭德曼给出了几个懒惰精英的例子，比如说斯特拉特福公司的乔治·弗里德曼，他说中国的实力被大大高估了。还有人在著名的外交政策上说，中国正在衰落，自21世纪以来，让中国崛起的驱动力要么停滞不前，要么完全扭转。戈德曼说，就是这些懒惰的精英，他们让美国的制造业、技术和教育优势在过去20年中不断的衰退。中国并不是没有问题，比如说房地产行业杠杆率过高，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问题，但中国拥有巨额的经常性的财政盈余以及高储蓄率，才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危机。中国也确实存在人口问题，但是远没有日本、韩国或中国台湾那么严重，只是比美国稍微严重一点罢了。但是中国正在努力地拥抱第4次工业革命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美国在1873、1893、1896、1901年和1907年都遭遇了经济危机，但是发生在同一个时期的第2次工业革命却让美国成了世界强国。当时美国修建了横穿北美的铁路，建立了大型联合收购产业，钢铁大王卡内基、石油大王洛克菲勒、汽车大王福特在那个时候崛起。在爱迪生的带领下，美国的城市实现了电气化。但是工业革命的很多思想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，而是英国。美国把英国的思想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戈德曼认为，从现在开始的新一代中国人将不会记住蚂蚁金融和恒大地产的案例，留在他们记忆当中的将是自动化的仓库、5G 的网络、遥控矿山、自编程机器人和无人工厂。中国在抗疫期间的信息化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，湖北省的6000多万人被迫居家隔离，这比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因州的美国居民人数还多。中国通过使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追踪每一个人的动态，还迅速地开发了各种健康码、行程码来确定某个人是否需要隔离。由于大规模数据的集中的应用，中国在抗疫中大获成功，而美国却失败了。这意味着在美国和中国争夺人工智能霸权的竞争中，中国超越了美国。戈特曼上面说了很多概念，属于所谓的第4次工业革命。这个概念目前还没有真正权威的定义。德国把它叫做工业 4.0， 美国强调的是物联网，中国提出的是工业互联网。大概的意思就是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5G 之类的技术，把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完全信息化、智能化。这是当今国内制造业领域最热门的话题虽然难度很大，但是从中央到地方，产学研
各界都高度重视，全力投入。所以戈德曼评论说，中国在领导第4次工业革命的运动中是认真的、专注的、纪律严明的。美国充其量只是口头上说说这个概念，实际上忽视了这个问题。这并不是戈德曼危言耸听。发明物联网概念的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就因为市场推广不利，无奈之下把整个部门都卖掉了。从特朗普到拜登，虽然都在强调制造业回归，却没有人真正在第4次工业革命身上下功夫。虽然戈德曼说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非常有把握的预测，他没法改变美国懒惰精英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。美国人实业救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金融资本已经完全侵蚀了整个经济。所以在人工智能和第4次工业革命的问题上，中美之间已经在上演了一场龟兔赛跑的故事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